花园也半掀开的幕帘，树跟草也渐渐的苏醒了。这个小小的园地虽然不大，也足以 Erin 去创造与发挥。花草如何栽种，也就是随性，小小的细缝也是能塞一些花草的。玫瑰花园不单单只是栽种玫瑰，必须要有一些花草的衬托。怕踩着了这一些花儿，所以我铺了一些造型砖，方便自己行走。这也就是 Erin 的秘密小花园，连浇水也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的。有些树跟草还没有探头来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。问 Erin 你都种了什么呢？其实我什么都种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可以看到玫瑰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好多人担心是生病了吗？不是的，这是品种的关系，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斑点，春天回温，它又恢复自然了。这种情形我曾经有过，自己吓自己，玫瑰到底怎么了？生病了会死掉吗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也就是我们的气温上的改变。甚至连马内的枝条可以明显的见着，因为气温低又加上日照，这一些玫瑰会变色，你看它背面就是很正常的疤。而这一株根本完全都没事，所以这是品种的关系。只要我们的芽点饱满，正常的发育，那都是没关系的。这时候可以看到好多的芽眼开始饱满了，甚至有些都展叶了。这时候浇水必须要看状况开始进行了，连我们的扦插苗也必须要给予水分，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。这是 Erin 的做法。曾经不少的花友问过 Erin 怎么判断何时要给扦插苗浇水呢？你看这些次月图，明显可以看到它的干与湿，呈现这样子的淡褐色，就是需要水分了，必须要充足的给予水分才行的。我们的次月土排水性都是非常的好，不会阻塞，所以画面上你们可以判断何时浇水了吧？太干可不行的。住在冷地的花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？扦插苗结冰了，好惨呀！这个会活吗？不用太紧张，这时候正值玫瑰的休眠期，对这一些都是没影响的。你看它的芽眼还是非常的漂亮。反倒出来看，简直像一根冰棒吧。这是12月份所扦插，至今没有出现黑杆，简直就是一个存活率了，就等待长根而已。Erin 拿出实在的例子让你们做个参考。其实它是我前年所扦插的苗，它当时也是成为一根冰棒，但是春天来临，它就开始长根了。我一直没跟它换盆，但是你注意看它的根系是如何呢？非常饱满吧？是的，在秋冬扦插的苗都是非常的稳定，很容易发根的。那一些不成功会黑杆的早就黑杆了，现在所存活下来的只有等待发根而已。所以 Erin 一直强调跟大家建议，在我们扦插的时候选择秋冬，它是最容易活的。还有我们的扦插苗要换盆才会长大，放在小盒子永远长不大的。接下来我来介绍另外一种扦插的方式，也就是嫁接后由我们的砧木去做扦插，它也是非常容易活的，很容易发根。毕竟我们的砧木非常的健壮，要发根都是非常的简单的事情。画面上所看到就是我们的碎木跟砧木的嫁接处。有看过 Erin 之前所拍摄的我们的砧木跟我们的玫瑰共存的诗吗？是的，我现在所摸的就是我们的切花品种，旁边这个就是砧木长出来，长大之后越长越大，变成这么的大株，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切花品种越来越瘦弱，所以决定再来做个嫁接。我们各自取一段碎木跟砧木的枝条来做嫁接。这一株碎木的枝条都不是长得很漂亮，为了保存只能剪了一段。我们尽量选择健康的芽眼，还有红芽这一方面是最容易存活的。当然枝条这一方面是越笔直越好，越健壮越好。在没好枝条做选择，我只好勉强取了这一段。接下来也就是我们的砧木，砧木这方面的芽眼一定要剃掉才行的。
也不需要留得太长，我们只要一段来做个扦插。取完这么一小段之后，记得我们要用刀子把这个切口把它好好的削平才行的。整个准备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碎木必须要用蜡膜去把它做个包裹，做个保湿。有些人要是买不到这些蜡膜的话，你们可以用袋子去把它套着，尽量不让这些碎木接触一些空气，而太干燥而失败。在我们于我们的砧木上画刀是件蛮危险的事情，为了顾及安全，你可以把我们刀子向外滑，如此也可以轻易的让我们的表皮跟我们形成这方面做个分离。若是要用重切的方式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接穗呈45度去削，而且两面都是要做的。只要把我们的接穗紧紧的依靠在我们的砧木里，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结合了。若是无法好好的结合，你就是要好好的再次调节你的碎木还是你的砧木。接下来也就是用我们的蜡膜把我们的碎木跟砧木好好的包紧即可。砧木纵使不包到底都是没关系的，毕竟它只是要做个斜切来做个扦插而已。通常 Erin 在斜切做扦插的时候，斜剪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斜面。不晓得是否因为这样子，我的扦插的成功率都是非常的高的。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嫁接之后用砧木去做个扦插的技巧。因为成功率高，所以我才敢拍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让你们做个参考的。这是以前我所嫁接的苗。这一方面的话，你看这个蜡膜这时候稳定就可以把它拆开了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的根系。你看它还是长根的。是的，砧木健壮它就是很容易发根的，所以这方面你们也可以尝试看看。最后贴心的提醒就是选择笔直的枝条会比较好，而且我们的砧木一定要比我们的碎木还要粗，不过成功才重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来介绍我们的铁线莲。 Erin 种铁线莲有10年之久了，种的款也是蛮多的。我相信很多的新手不知道要怎么去修剪铁线莲，怎么样去管理会比较好，真的就是要了解它的品种呢。这一款是 Erin 所扦插的，每个节沿都会长新芽，而这一品龙口也就是必须要剪低，从土里蹦出一些新芽来。这些湖也是一样，到一个季节整个枝条会枯萎，必须剪低，它从土里又会蹦出这些新芽来，春天才会好花开的。所以品种这一方面就是要注意。而这一款白雪姬则是旧枝条、新枝条这一方面都是会长一些芽叶来的，所以它是属于新旧两枝花开。从画面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老枝条又开始蹦些芽叶来了，是吧？这一株有10年以上了。那记不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种，什么样的特性，没关系，枝条怎么修剪 Erin 来跟你们说一下吧。这个画面我们已经看到它蹦芽了，而且这个枝条看起来又枯萎。好，折一下，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脆感，看不到绿色的一个枝条。好，往尾巴再折一下，又看不到绿色的一个枝条。好，那你可以慢慢的确定，其实它这一段已经都不行了，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生长，所以与芽的这一端把它剪掉。这个也就是最容易判断了，所以在不懂之下，先不要修剪枝条，慢慢的观察它的芽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，如此以后就好修剪了。换这个画面，你看它也是一个枯萎的枝条。好，那我们折一下，你看有没有看到翠绿的一个画面在了呢？是的，往尾巴再折一下，可以看到它翠绿的这个画面，这个代表这个枝条都是新的，它只是比较晚出现那些芽叶而已。所以看到这样子枯萎的一些枝条的话，你不确定它到底是枯萎还是持续的生长，你这么一折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翠绿的一些枝条，就可以判断它是活的。
好，这也就是艾琳现在玫瑰花园的景。这一集也是结合一些小技巧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受用。我们一起期待春天的花开吧。